美国军工的 NGAD 远程隐身战斗机概念曝光，是不是对中国的战略忽悠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中美军事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，两国将要面试的下一代隐身战斗机的方案，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，因为这将直接反映两国空军的战略思想和技术路线。近日，美国诺斯罗普·格鲁门公司在一个广告片中，似乎刻意公开了 NGAD 概念性远程隐身战斗机，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。诺斯罗普·格鲁门公司现在负责 B-21项目的研发，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拿下 NGAD 研制项目的军工企业。在这段视频中，右侧是一架 E-2D 鹰眼预警机，在 E-2D 后面是 EA-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的机头，而视频的左侧出现了一个机头硕大的飞机，可能就是 NGAD 了。其体积相当大，没有垂直尾翼，也没有水平尾翼。在机体的背部有两个雷达反射截面比较小的进气口，机身上有一个很长的背鳍。另外呢，它还像 B-2一样，配备了一个鸟嘴式的机头以及单座的飞行员驾驶舱。美国战机专栏认为，虽然诺斯罗普目前生产 B-21隐身轰炸机的工作量肯定会很高，但生产 NGAD 对公司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胜利，因为两者有些部件可能使用同样的技术。NGAD 飞机或许会与下一代轰炸机有很多的共同点。这架 NGAD 虽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，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与 B-21战略轰炸机进行整合，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这架 NGAD 是诺斯罗普·格鲁门公司公布的一个概念，那么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其优点是具有较大的航程，第二，拥有宽屏隐身性能，第三，拥有全向隐身能力，第四，拥有较大的载弹量。其主要的应用场景是适应亚太战场环境，为 B-21远程打击行动提供空中掩护，还可以独立地执行穿透性的制空作战，也就是可以把它当成战斗轰炸机来使用。NGAD 最大的改进可能还是提升态势感知能力，以及数据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，也就是让六代机成为战场上的一个指挥中心、信息节点及其对中程僚机的指挥能力。他们对中程僚机的指挥能力也将是一大特点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美国的六代机更突出隐身能力和大航程，其他的改进方面主要集中于机载设备，包括火控雷达、电子战系统、红外搜索跟踪系统、定向能武器、高速数据链和人工智能等领域。当然，其缺点也非常突出，在机背上设置进气口，对于战斗机的机动性而言，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。比如大鹰角飞行的时候，可能会由于进气量的不足以及稳流的影响，会造成发动机停火或者是喘震。这恐怕光靠推力矢量技术是无法解决它的问题的。显然，这么一个方案不适合高机动飞行。那么这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，美国未来的空战是不是要交给无人战斗机来解决呢？那么第二个问题，那就是这架飞机很难做超音速飞行，那么它是不是要回到第一代战斗机的水平，以高亚音速的飞行的方式与对方的战斗机进行格斗呢？这显然不大符合美国空军的需要。第三，它的机动性不仅仅受到进气的影响，由于它没有垂直尾翼，没有水平尾翼，因此在高机动方面，它甚至不如三代机、四代机，这恐怕也是美国空军难以接受的。哪怕它采用了推力矢量技术，也无异于改善它的机动能力。第三个问题，如果这家美国公司公开的这个 NGAD 模型是不是在对中国进行战略忽悠？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。
当然，中国在研制下一代战斗机方面肯定会有自己的思路。未来的6代机或许不只是一种技术路线，而是要根据本国对未来战场环境的理解来设定。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们的6代机有可能分成2个技术路线，一种也追求宽屏隐身和全向隐身，以及大航程和高度智能化。在这方面，或许和诺斯罗普格勒门公司的方案有一些类似之处。但是如果是战斗机的话，不大可能会采取机背进气的方案。第二种技术路线可能会追求高超音速飞行能力，也就是更像空天战斗机，其主要的战术指标突出战斗机的速度和高度，形成降维打击的优势。中国和美国可能是未来6代机的唯2玩家。美国想要领先中国可不那么容易，因为中国的航空工业在歼20和涡扇15出现之后，发展前景已经进入到了自由王国的时代。而美国现在公开的这款6代机的原型机方案，看起来相当的不靠谱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